今天本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却没想到100天地，入继长安不得好死；200高堂，助季家断子绝孙。季长安，大婚前夜你竟与野男人私通，当场气死了岳父大人。岳父临终前已将季家所有商铺地契尽数托付于我这半子，今日文叶松便要替季家清理门户。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害死了我爹！是又怎样？这万贯家财我就笑纳了。大圣朝首富又如何？家主一死，只剩个独女，还不是被吃绝户了？都说季家人蠢如猪，全靠镇宅神兽庇佑才得了这泼天富贵。如今看来，神兽也不灵了。妹妹，你不是指望神兽救你吗？你身边那条唯一护着你的黑蛇已经被剥了皮，这碗蛇羹就是嫂嫂送你上路的断头饭。黑玉鹤，文叶松，双清曼，你们吃我季家绝户，还将我家神兽剥皮熬汤！神明在上，只要能让我重活一世，杀光这群畜生，我季长安愿永世为奴！好啊，本金准了。做奴就同意了。我的小新娘。长安，你看，这就是咱们季家的镇宅神兽黑玉鹤大人。阿爹，神兽没死，我回到了出嫁前。难道是神明听到了我的许愿，让我重活一世？文叶松，这一次轮到你们下地狱了。傻丫头，还不快跪下！拜过蛇君之后，季家就正式准备你和文公子的婚礼。阿爹，我绝不嫁给文叶松。胡闹！叶松可是你母亲临终前为你挑选的良婿，家境贫寒，但为人上进。爹，你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一心只想吃绝户的伪君子。住口！还有，他的2个侄儿其实是他跟自己的嫂子生的野种。爹，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信你的亲生女儿。你简直是疯了！文公子是读书人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你不可！混账！本君的人也是你能打的？谁在骂我？爹，你在和谁说话？是蛇君！蛇君息怒，惊扰了蛇君，小人罪该万死。难道是你在保护我？爹，你看黑玉鹤大人都站在我这一边，要不我们打个赌好了？打什么赌？如果我能证明季家的下人早就被文叶松收买了，你就同意我退婚。好，若你真能证明，爹便由着你。若是你能陪在我身边，一直保护我就好了。太好了，蛇君，我带你从这里出去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。若是让阿爹知道我偷走了镇宅蛇君，怕是要气疯了。上一世是你冒着危险一次次救我，你才是我唯一的依靠，而那些人全都是白眼狼。奇怪，大小姐人去哪儿了？文公子还等着见她呢。身为文公子的未婚妻，他晾了人家这么久，像什么话？不知轻重。文公子那般光风夜月的人，肯入赘是季家的福分。他若再这么任性，有他哭的时候。你也觉得这些人不能留，对吧？大小姐，你究竟去了哪里？与老爷交代完了，为
为何不尽早回来？你不知道文公子到处在找你吗？上一世就是他在大婚前夜给我服下软金桑，让野男人毁了我的清白。出去！快随我去，文公子在等。放肆！打开你的脏手！谁？真乖，干得好，晚上给你加餐。老东西，晕得倒挺快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惯着你们这群养不熟的白眼狼。王嬷嬷这是怎么了？季长安，王嬷嬷怎会好端端的晕倒在你房里？是不是又在耍什么千金大小姐的脾气？文公子息怒，大小姐许是心情不好。您快请坐。公子，这是今年南边刚送上来的最上等香片茶，大小姐都舍不得喝，奴婢给您包几斤带走。有心了，长安，你院里的丫头都比你懂规矩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被岳父惯坏，脾气骄纵，如何当我文家主母？文公子，你似乎弄错了一件事。我是招赘，不是出嫁。长安，我虽是入赘，可我处处为你季家着想。岳父年事已高，我今日来本是想替他分忧，先帮你打理城南的几处商铺。季家的商铺姓季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？外人？我们大婚在即，我是心疼你啊！你从小体弱多病，大夫说你苦难生育，强行要孩子，可是会要了你的命啊！为了不让你受苦，我已决定将我大嫂留下的一双侄儿过继给你做嫡子。哦，让我养别人的孩子？是啊，这样你不仅免了生育之苦，100年之后也有人给你送终。文叶松，收起你那恶心的算计！你季家的万贯家财，还轮不到2个来历不明的野种来继承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一片好心，你竟然给我滚！我季家的家业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还没过门的外人来多嘴？慢走不送！这死丫头今天吃错什么药了？若不是为了季家那万贯家财，我岂能受你这病秧子的窝囊气？好，季长安，你别后悔！随便一个借口就能让这男人失了分寸。上一世我竟被这么个蠢货耍得团团转。大小姐，文公子一片好心来看您，还处处为您着想，您怎么能说出那么难听的话？这群丫头，上一世我待她们如姐妹，却把她们纵得不知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。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为什么？平日里嬷嬷都是被你们当成主子一样伺候的。大夫说她受了惊吓，定是你们对她有所不敬，气着了她。大小姐息怒，是昨日小翠顶撞了嬷嬷，前天阿花也跟嬷嬷拌过嘴，这么快就开始互相攀咬。上一世你们联手算计我时的姐妹情深。来人，把那几个同王嬷嬷顶过嘴的全部给我发卖了出去。小姐，不过就是寻常的几句拌嘴而已，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吗？大惊小怪？你们拿着我季家的乐器，却给文家当狗，真以为我是瞎的吗？大小姐，你把我们都卖了，就不怕得罪了文公子吗？他算什么东西？拖出去！离开季家的庇护，你们的下场只会生不如死。上辈子你们帮着文叶松作践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终于把这群蠢货打发了。不对，王嬷嬷是阿娘生前留给我的心腹，她怎么也和文叶松勾结在一起？除非……该死！这娘胎里带出来的弱症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发作了，好痛！蛇君，我不甘心，难道上天让我重活一世，只是为了等死吗？到头来，我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你的命是本君的，没有本君的允许，你不准死。谁？谁在抱着我？
好大的胆子！你说我是谁？连本君的聘礼都收了，你还想往哪儿逃？啊，奇怪，怎么不疼了？天真的凡人，你以为自己只是从小体弱多病？若非本君的血，你早死了。不是病，难道我被人下了毒？你不是奇怪为什么王嬷嬷是你母亲的心腹，却轻易被文叶松收买？因为这些人全都是你那位好母亲生前安排的。不可能，我阿娘她给你下了10几年的毒，只等你给文叶松生下子嗣后死去，季家就会名正言顺落入她为你挑选的赘婿手里。你说什么？我阿娘她竟然和文家是一伙的！昨晚那个男人，难道只是我的幻觉？奇怪，我的身子竟变得如此轻盈，折磨我10几年的病，竟然全都没了。这不是梦，毒解了。那个神明说的全是真的。王嬷嬷就是给我下毒的刽子手，整个季家没一个自己人，这哪是我的家，分明就是阿娘亲手为我打造的坟墓。那个王嬷嬷也太不中用了，关键时候竟然病了。母亲息怒，那季长安是个满眼只有叶松的蠢货，一个活不长的病秧子，能翻出什么风浪？等我与季长安成了婚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欢欢和喜喜过继到他名下，将来这万贯家财全是我文家的。就怕到时候季长安有了自己的子嗣，会薄待欢欢和喜喜。绝无可能，欢欢与我名义上是叔侄，可却是我的亲骨肉，将来定然要继承我的一切。季家的东西就是我的，分配没有他季长安说话的份儿。公子救命啊！大小姐她疯了，她不仅把王嬷嬷气晕，还把我们这些替您办事的丫鬟可全给发卖了。她还说什么？她还说您不过是个靠季家施舍的乞丐，她要退婚。贱人，仗着有几个臭钱，竟敢如此辱我！想退婚？做梦！叶松，咱们的人都被卖了，若他真要退婚，那过继欢欢和喜喜的计划岂不全落空了？他不是脾气大吗？我倒要看看今晚过后他还能不能硬气。季长安生平最怕蛇，今晚子时，你把这些好东西全部倒进他的闺房里。天香，你不是想做文家的人吗？等他吓破了胆，你便立刻来寻我。我这未来的姑爷，保你在季家横着走。公子放心，奴婢定叫那病秧子生不如死。大小姐，白天你打我的时候不是威风得很吗？这会儿我就让你好看。咬死他，看他还怎么端那副大小姐的架子。文叶松，你就这点出息？去教教门外那条狗什么叫规矩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救命！蛇！有蛇谁让你来的？大小姐，救命！不要！是文公子，是他指使我干的。可是，只要吓破大小姐的胆，她再来英雄救美，季家就是她的了。不可能！
叶松是清清白白的读书人，怎会做出这种事？以往你们被惯的没有规矩，今天我便教你。看到他了吗？往后谁再敢吃里扒外，这便是下场。阿爹，你听到了，这就是你千挑万选的好女婿。现在你信了吗？不可能，定是这丫头在胡乱攀咬。大小姐，你疯了！文公子不会与你成婚，你不怕季家绝后吗？长安，你若闹僵，他退婚怎么办？你母亲遗愿季家香火，万万不可。爹，他一个穷书生，也配威胁我大圣朝首富？来人，拖他出去，留口气回文家报信。这个婚，我季长安退定了。反了，季长安，你反了！季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把大小姐关起来，不准踏出院子半步。长安，你没事吧？我听下人说你房间里进了蛇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文公子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阿爹，天香已亲口承认受文叶松指使，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嫁？叶松，你怎能做出这等阴毒之事？太让老夫失望了。岳父大人明鉴，小婿与长安情投意合，怎会用此等下作手段害他？天香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诬陷于我？你若再胡言乱语，你那在乡下的老娘只怕也活不成了。文公子答应过，只要季长安一死，我就是他的侧室。若现在得罪了他，我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岂不白费了？老爷，奴婢该死，是奴婢记恨大小姐罚了其他姐妹，所以抓了蛇来报复，不关文公子的事。是啊，老爷，文公子向来温和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，怎么会放蛇呢？定是大小姐白日里罚人太狠，逼急了天香。我就说嘛，叶松是读书人，定是天香胡乱攀咬。长安，你错怪叶松了。读书人，父亲总是读书人。你们凡人这颠倒黑白的本事，本君都看不下去了。这畜生怎么冲我来了？救命啊！我的鼻子！滚开！滚开啊！妖怪！这院子里有妖怪！这怎么会这样？老爷！老爷晕倒了，快请大夫！觉得我季家委屈了你，那便去过你们想要的好日子吧。大小姐，还是退给牙婆子吗？退，太便宜他们了，给我剥去他们身上的绫罗绸缎，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！不会吧？你让我们回家？我的家人若是有半点良心，都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卖了做丫头。要是回去，我爹肯定会把我卖进窑子里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闭嘴！现在想起我季长安的好了，晚了。求大小姐开恩啊！好，那天香也一起送回去吗？上一世他早就爬了文叶松的床，最后还成了他的小妾，就这么赶走他，岂不是成全了这对狗男女？天香留着吧，毕竟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与我情同姐妹，我怎么舍得卖了她呢？谢大小姐开恩。果然，这病秧子根本离不开我。等我当上文家侧妾，今日受的辱，定让你百倍奉还。是，老奴明白。那群蠢货都被卖了，现在我可是季家唯一说得上话的大丫鬟。站住！大小姐，人牙子刚送过来一批新丫头，
我挑了几个留下，您赶紧起来看一眼，把字签了吧。你挑的小丫头，我一个都不中意，全都退回去。为什么？我都已经定了，我才是这季家的主子，而你不过是一个丫头。大小姐，奴婢是在为您分忧。我才是这季家的主子，而你不过是一个丫头。他变了，他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大小姐昨晚发了疯，把好多姐姐都发卖了，现在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，看她还能硬气到几时？就是，瞧她连头都没梳，到时候还不得来求咱们？这些丫头是在故意给我摆姿态，她们以为能逼我服软，白日做梦。这院子里伺候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留。身为千金小姐，我本不该亲自来这种地方，可大圣朝首富季家就跟筛子一般，居然没一个能用的。今天我要亲自挑几个干干净净的丫头。这是100两银子，我要10个人，8个小丫头，一个会算账的先生，一个厨子，必须是外地逃荒来的苦命人。什么？只要外地人？比起继府那些白眼狼，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更懂得感恩，而且他们跟本地人没有关系，用着才干净。大小姐，您算是找对人了，我手里正好有一批外地逃荒来的丫头，就是脾气有点怪。带路。大小姐，就是这5个，他们力气大得很，但没人敢买。他们不懂规矩，而且只吃生鸡蛋，还会发出嘶嘶的声音，怪瘆人的。蛇君的意思是要我买下他们。大小姐，买下我吧，我不要工钱，每天只要1个鸡蛋就够了。是青衣，对不起，大小姐，奴婢没有保护好你。上一世我嫌弃你粗笨，却不知你竟是蛇君派来保护我的。这一世我定不会再躲着你们。好，跟了我，鸡蛋管够。君上果然没有骗我，大小姐果然是这世上最好的人。这5个，连同你这儿最好的账房和厨子，我全要了。谢大小姐。奴婢赤衣，奴婢橙衣，奴婢蓝衣，奴婢紫衣，还有我是青衣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季长安的贴身大丫鬟。手脚麻利点，大小姐现在身边只有我一个贴心人，以后这院子里的规矩得听我的。凭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当文公子的侧品了，不好听话，到时候把你们都卖了。哎呦，大小姐，您怎么亲自去买下人了？看看这些丫头，一个个脏兮兮的，连路都不会走，哪儿配伺候您啊？你们去洗洗，从今儿起就在我的房里伺候，月钱就按大丫头的发。几个外面来的叫花子，凭什么拿大丫头的月钱？去，到后院劈柴去，别弄脏了院子。有人对大小姐不敬，你们该怎么办？啊！断了！放手！这些丫头怎么像畜生一样？贴香，看来你还没认清自己的位置。从今天起，这内宅的规矩我亲自定。青衣，奴婢在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季家的大丫鬟。是，大小姐。誓死守护鸡蛋，不，誓死守护大小姐。给我盯紧她，她若是再敢在院子里作威作福，就剥了她的皮做花肥。我怎么觉得这院子里进了一群土匪？恐怕我们的好日子要到头喽。好想吃啊！季长安，
本君送你的5个丫头，可还满意？君上，夫人好像还听不见你说话。闭嘴！原来有人伺候的感觉是这样的。我堂堂首富季家大小姐，居然今日才知道被人伺候的滋味。谁？你是谁？这个男人到底从哪儿来？我2辈子都没和男子这么亲近过。放开我！你这个登徒子！他长得真好看。登徒子，本君可是你名正言顺的丈夫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并未嫁人，什么时候有了丈夫？你可真是翻脸不认人，利用完了本君，就想一脚踢开。我行得正坐得端，什么时候做过利用你的事？连本君的聘礼都收了，你不是本君的君夫人是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的聘？按季家先祖契约，季家所有人都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，你就是我的新娘。不可能，哪有这种契约？往后再敢撇下本君，妄想利用完就踢开，本君不介意在梦中弄死你。那个梦，还有那个梦里的男人，太真实了。可我是活过一辈子的人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收了别人的聘礼？想来是上辈子被文叶松骗惨了，这辈子连做梦都害怕男人吧。等等，折磨了我10几年的心口痛，怎么完全消失了？而且身体变得好轻盈。这不是梦，那个男人在梦里说收了他的聘礼，那就是他替我解了胎毒。原来如此。梦里那个男人的手一直搂着我的腰，原来就是因为你一直缠着我啊！你这小家伙，整天盘在我身上，也不去干点别的吗？你看别人的蛇都会抓老鼠，你也给我去抓几只老鼠呢？哎，也不知道这镇柴神灵正在地下宝库里睡了几10年，是不是靠吃老鼠活下来的？哎呀，好痒！别闹了，我错了，不让你抓老鼠了还不行吗？大小姐，您快出来看看吧。双清曼亲自上门了，还带着2个孩子。哎呀，文夫人今日可真像仙女下凡，就你们嘴甜。大小姐，听说文夫人是来看王嬷嬷的。是啊，嬷嬷病了，我这个做嫂嫂的理应来探望探望。文夫人现在称呼自己为我的嫂嫂，还太早了一些吧？这死丫头今天是摆明了给我难看。不行，眼看大婚将近，我得尽快找王嬷嬷确定计划。妹妹说的是，那便让我去见王嬷嬷一面可好？文夫人有所不知，大夫特意交代过，王嬷嬷受了极大的惊吓，怕是不方便见外人。为了嬷嬷的性命着想，夫人还是请回，改日再来吧。妹妹这话就不对了，我可是季家未来的亲家，怎么能算是外人？今日必须去看看这老奴。好吧，既然夫人执意如此，青衣带路。是。大小姐，奴婢已经遵照您的吩咐，让大夫把王嬷嬷的药换成了最好的药材。王嬷嬷毕竟是阿娘留下的人，不能委屈了她。看来季承安对王嬷嬷的病十分上心，并没有怀疑她。那新婚夜的计划，王嬷嬷依然是最好的合作人选。王嬷嬷，你受苦了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当然认识你，我只是被蛇吓的，又不是傻了。下。他来了，他又来了！这怎么回事？我一句话还没说，这老东西怎么就下抽了？真不中用，居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！你要是废了，我的计划该怎么办？醒醒！你
这老东西，别装死，给我醒过来！文夫人，你在做什么？王嬷嬷年纪大了，又病成这样，哪里经得起你如此折腾？王嬷嬷是阿娘留给我的提子人，这女人对她又打又拽，简直是在打我娘的脸。不是的，我没打她。季老爷，王嬷嬷突然晕过去了，我只是想把她叫醒。阿爹，女儿劝过文夫人，大夫交代了嬷嬷不能见外人，可文夫人偏是不听，硬要闯进来，把嬷嬷吓晕了。出去！我继父不欢迎你这样不知礼数的客人，往后没有我女儿的允许，不准你再踏进继府半步。哎呦，季老爷您别生气嘛，奴家可是……糟糕，怎么把以前在青楼接客的话说出口了？这女人一副勾栏妓女作态，若让她把我这端庄大方的女儿带坏了，可怎么得了？滚！马上给我滚出去！长安，以后少和这个文夫人来往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女儿记下了，女儿也是这样想的。放开我！你再这样，我要报官了！本君做了些什么？你要报官？我一个未出阁的高门贵女，在梦里被男人轻薄，就算我不要脸去报了官，官府只怕也管不了我梦里的事儿。就算官府相信你说的话，他们也管不着本君，毕竟你可是本君的新娘。放开我！闭嘴！我怎么不记得嫁过你？放开我！你不想把那个讨厌的文叶松赶走吗？与其费尽心思去和几个小丫头斗，还不如来求求本君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？不要！你真是个流氓！你真是个小傻子，你的事本君全都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把讨厌的人全都赶走。那你要求求本君吗，夫人？这画面倒是美极了，可惜如果没被这臭流氓轻薄，我可能还有闲情逸致欣赏一下。又是那个男人，还说要帮我，难道他一直在监视我？这些毒蛇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大小姐别怕，刚才那些小长虫没吓着您吧？要是他们敢咬大小姐，奴婢就咬死他们。刚才那些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咬我，像是在拜我？那当然了，万蛇见了您自然是要磕头的，您可是君夫人啊！君夫人？那你要求求本君吗，夫人？难道梦里那个自称我丈夫的流氓就是这群蛇的首领？这小东西怎么这么喜欢缠着我？蛇君啊，你说刚才屋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蛇？我现在真有些后怕。还是你最乖了，要是梦那个登徒子能有你一半可爱就好了。我去洗澡，你不要跟着啦，乖，好好待在这里，等我回来。真是可爱啊，上辈子我怎么没发现他这样可爱，居然还躲着他。怎么又是你？夫人洗得真干净，很香，想一口咬了夫人。你怎么随便咬人？快放开我，这样不合礼数。哦，不合礼数？明明是夫人自己求来的，本君下了聘礼，我们可是明媒正娶。胡说八道！说你是谁派来坏我名声的登徒子？不管对方给了你多少钱，我可以出双倍。本君不拘谨，你被人欺负了，就只会哭吗？本君帮了你，你连句谢谢都没有。你帮我什么了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鬼？本君比鬼可强大多了。你再不放开我，我就找个道士来收了你。你又咬人！
好大的本事，敢找个道士来收你的夫君！你怎么不用这样的手段去对付你那个野男人？什么野男人？你在胡说什么？难怪我会做噩梦，原来是被这小家伙压住了心口。这蛇君虽然小，力气还真大。夫人，你居然敢嫌弃本君！季长安啊，季长安，你居然做梦梦见被男人咬了一口，难不成2辈子没碰过男人，思春了？好啦，我只是做了个噩梦，摸摸，别生气呀。算了，今天还是出去透透气，免得再做这种荒唐的梦。大小姐不必担心，那个什么文叶松敢让大小姐生气，奴婢咬死他！你说呢，蓝衣？奴婢吞了他！能有这样几个忠心耿耿的蛇妖，文叶松，这辈子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二郎，今日我去看王嬷嬷，季长安竟直接将我赶了出去。往后你们成了亲，文家岂不是再没有我的容身之所了？好你个季长安，还没进门便对嫂嫂这般无礼，分明是不将我们文家放在眼里。阿娘不要伤心，儿子以后会替阿娘报的。等阿爹娶了那个有钱女人，我就把他的好东西全抢过来给阿娘。叶松，你要记住，文家这5年全靠季家的接济才有了点家底，正因如此，绝不能让外人说我们是靠女人发家的。只要他过了门，整个季家就是我们的。儿子明白，我明天去季家一趟，好好敲打敲打。我不想走，温公子，快救救我们吧！我们不想回家，那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啊！这些贴身丫头，将来都是要给我做通房小妾的。季长安居然敢把我的女人们赶走，太过分了！你们先等一等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哪里来的？给我站住！他怎么不认识我？难道新来的丫头都不打听我的身份？我今后可是这季府的主子！让开，我要找长安。说不让进就是不让进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我们大小姐院子的。瞎了你的狗眼！我可是季长安的夫婿。才不是呢，君上比你可好看多了。这男人气味一点都不好闻，透着酸臭味，绝不是好人。我警告你，赶紧离开，否则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。都要成亲了，我为什么去不得他的院子？我今天偏要进！哎呦，你这个贱婢，居然敢踢我！公子救救奴婢！天香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子，奴婢不过是说了几句向着您的话，大小姐就让刚来的野丫头殴打我，还说要把我卖去乡下。公子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实在过分！季长安这般苛待旁人，今日定要让他明白行事分寸，认清自身所处位置。天香，你别怕，跟我来。公子，我们要去何处？去书房，去找岳父大人评理。我倒要当面问问季长安，是谁教他这般忤逆夫君、苛待下人？老爷，你一定要替奴婢做主啊！奴婢是季家的家生子，父母兄弟都在季家做事。大小姐若是看奴婢不顺眼，大可以将奴婢赶回家中去，为何要纵容那轻易殴打奴婢？长安，爹早就同你说过，要与人为善。你阿娘是一个极善良的人，
你怎么不学学他？天香从小伺候你，你总得给他一点脸面吧？长安，你以前虽骄纵，但总归是识大体的，如今怎么变得如此恶毒？你若现在认错，我可在岳父面前为你求情。这老糊涂，竟敢为了一个吃里扒外的贱婢教训我的夫人！阿爹，女儿只是想把天香送去乡下老宅训导几日，若真要赶她，为何不交给长师嬷嬷发落？原来如此，长安这孩子处理下人颇有手段，以后做了当家主母，就该有这样的风魄。老爷，大小姐说谎，她说谎，她明明要把我卖了。反了，反了！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分明是要气到我头上来了呀！天香姐姐，大小姐的身子一直不好，您就别气大小姐了吧。你心思深沉，你够了！你这刁奴，放肆！我季家的大小姐也是你这奴婢可以用手指的，尊卑不分，成何体统？阿爹，女儿委屈极了。天香是女儿的丫头，她若是不愿意受女儿的训诫，大可以同女儿说。可是女儿还未与文公子成婚，天香便将我的私事说与文公子听，文公子更是不分青红皂白，牵着我的丫鬟来兴师问罪。阿爹，女儿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做这季家的主母啊？什么？竟有此事？文叶松现在还没入赘，就将手伸到长安的院子里，还与一个奴婢拉拉扯扯。伯父，小侄只是看他可怜，一时心急。阿爹，文公子每次来到季家，接触最多的人便是贴香，所以贴香这回不满女儿的处置，直接找了文公子来告状。这两人既然这般郎情妾意，不如就成全了贴香，将她卖到文家去吧。什么？我哪有银子买人？如此也好，文公子，念在你我两家的交情，20两，你现在就掏钱把他领走吧。伯父，这小侄出门急，未曾带这么多银两。怎么，堂堂文家公子，连20两银子都拿不出，还想替人强出头？小侄多谢伯父成全。闭嘴，跟我走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阿爹您看到了吧，您与阿娘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女儿还没有嫁给文公子，他便已经与女儿的丫鬟私下勾搭了。长安，你与文叶松的婚事就这样作罢了吧？阿爹，您说真的？那阿娘生前的遗愿，你阿娘定是看走眼了。文叶松的确不是一个良人，真没想到当年他装得那样上进，私下里却如此贪财好色。阿爹不能为了守着你娘的遗愿，毁了你一辈子的幸福。这门亲事断了便断了。夫人，原谅我不能把长安交给文叶松那种小人。大管家，拿着文家的庚帖，去把当年的媒人请来。今日我要退婚。文公子，你放开我！哎呦，二郎，你怎么把季长安的丫头带回来了？公子，奴婢害怕。天香今日开始就是咱们家的人了。嫂嫂，你收拾一间房给她住。什么？他季长安还没过门，丫头怎么就先住进来了？这哪里有小姐还没过门，丫头先来伺候未来姑爷的道理？二郎，你把我和孩子们置于何地？够了，我花了20两银子才把她从季家买回来，她现在是我的私产，我愿意让她住哪儿就住哪儿。二
20两！叶松，你疯了吗？那20两银子可是用来补贴家用的，你怎么能拿去买一个丫头？娘，您急什么？也就是20两银子罢了。这个月季家照样还会送300两银子过来。你与季长安成婚了，天香自然也跑不掉，现在居然还要花银子。娘说的是，儿子这就去一趟季府。二郎，顺便让他把季家在城南的那几个铺子交给你打理。嫂嫂放心，区区一个季长安，离了我，她还能嫁给谁？长安呢？叫他出来见我。还有季伯伯，小侄刚刚想了想，那20两银子还是得好好算算账。文公子，这是老身特意为2位准备。来人！岳父大人，您这是摆的什么阵仗？住口！谁是你的岳父？这婚不结了。文叶松，既然你已有家人作伴，从今日起，你与长安的婚事就作废吧。岳父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来人，送客。您要退婚？掌柜，哎呀，长安妹妹，不理你。上辈子我将你们当成亲生骨肉疼爱，还真是2只白眼狼。你不是向来不爱出门吗？今日难得见到你，正好布庄里新进了一批上好云锦，大嫂带你去挑挑。我们季家的布庄，他还真拿自己当这里的主子了。不劳您操心了，文夫人能看上的衣料，我是瞧不上的。对了，忘了问文大夫人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我家布庄逛逛？我想选几匹料子给欢欢和喜喜做新衣裳。妹妹你别心疼，此事我可是告诉过叶松的，他说了你的就是他的，让我别跟你客气，尽管拿。也是呢，文公子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拿别人家的东西来贴补自家嫂嫂，传出去也是一桩美谈。长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掌柜的，把账本拿出来。大小姐，账本在此。我倒要瞧瞧，我这布庄一年到头究竟做了你们文家多少生意？怎么今年年初拿的料子到现在还没结账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谈钱多伤感情。回大小姐，不仅今年的账没结，这5年来，文家人隔3差5就来拿最名贵的料子，整整5年，一个铜板都没给过。天哪，白拿了5年，这不就是打秋风吗？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原来是个破落户。你个狗奴才，胡说八道！我可是文叶松的嫂嫂。是啊，没人不认识你是文叶松的嫂嫂，但那又如何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拖欠了5年的银子，今日你得给我吐出来！季长安以前对我唯命是从，今天竟然当众打我的脸，不行，我得拿捏住他。太过分了！既然你这么斤斤计较，这布料我不要了，我要回去告诉叶松，让他马上跟你退婚。到时候看谁还敢娶你这个老姑娘！哦，不好意思，忘了告诉你，季家已经把文叶松扫地出门了。你说什么？就在刚才，我阿爸已经拿着庚帖当众退了婚，回去转告文叶松，以后别再来我家打秋风了。退婚了？不可能！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找叶松问清楚。以前他每次都低三下四的讨好我，给我买最贵的玩具，
你阿娘欠了我5年的银子，我只不过是要她欠债还钱，怎么就算欺负她了？你们一家子拿着我的东西，还觉得理所当然？我不想看看你现在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全都是谁给的？天哪，这是什么家教？难怪双亲曼能丢下孩子自己跑了，这娘俩真是一样不要脸。双亲曼把你们丢下，无非是吃准了我心软，逼我把你们送回文家，好借机拿捏我。这辈子我可不会再上这种当。掌柜的，给我准备2样东西。大小姐，您吩咐。既然双亲曼跑了，你就把5年来的账本一笔一笔的誊在纸上。是。那第2样呢？去找一面最大的铜锣来。一会儿你拿着那份账单，一路上敲锣打鼓的给我送到文家去，最好是让整个帝都城的人都知道，他们文家到底欠了我们多少银子。好嘞，大小姐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快去找面最大的铜锣来。是。走嘞！季家布庄今日去文家收账。老天爷，这么长的账单，这得是欠了多少银子啊！大胜利3年，文家老太君拿走极品云锦良品；大胜利4年，双亲曼拿走苏绣成衣4套。天哪，这全都是最顶级的料子，全都没付钱。你不是自诩读书人，最看重名声吗？今日我便要揭穿你这个伪君子！各位街坊邻居瞧瞧，这地上打滚的就是文家的少爷。当年他们投靠季家时，穿的连叫花子都不如，如今呢，全靠我们季家接济，他们穿上了绫罗绸缎。结果呢，这小兔崽子刚才还要咱们大小姐给他下跪磕头呢，不愧是青楼婊子养的，狼心狗肺。文家寡嫂双清曼，白拿苏绣不付钱，厚颜无耻打秋风，今日季家来算账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敢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？就是他，那个不要脸的寡妇！大家快看呐！废物！季家居然跟你退婚了，那以后咱们吃什么喝什么？娘，您别急，这不过是季老头一时的气话。等我，文家无赖，欠债还钱。外面怎么回事？文公子，这5年欠我们季家布庄的8000两白银，是不是该结清了？文家无赖，欠债还钱，整整8000两，一分不能少。8000两，这季长安是疯了吗？5年的陈芝麻烂谷子，他居然全给算上了，这是要逼死我们文家呀！阿奶，外面的人都拿菜叶子丢我们，那个季长安还打我。娘，你打我做什么？丧门星，我打的就是你！你看看这账单上一大半都是你拿的苏绣云锦，我拿的那些布料还不是做成了衣服穿在你们身上？现在出事了，你们就全推到我头上。有本事你去让叶松把季长安哄回来啊！你还敢顶嘴？够了！都给我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扶我进书房，谁也不许跟来。季长安，你竟敢当街羞辱我，真以为大圣朝首富就能只手遮天了吗？公子，季长安如此羞辱你，你怎么还在这生闷气？我不是说了，谁也不许进来吗？天香，我要你准备的好东西带来了吗？公子，你想对大小姐下手？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看那老匹夫还敢不敢提退婚？3天后就是风雨楼的诗会，你去给季长安的茶里下药，若是办砸了，你也不用活着回来了。
是，奴婢一定照办。可是季长安现在根本就不出门，怎么会去风雨楼？因为我手里有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东西。大小姐，文叶松说他手里有夫人当年留下的信，让您去风雨楼找他。他们终于等不及了吗？告诉他，我会去。梦中那个男人说过，是阿娘给我下了10几年的毒，真相就在那封信里。天哪！君上竟然亲自将君夫人的金冠戴在了大小姐头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重？这金冠分明是之前在梦里见过的，怎么会出现在我头上？那个男人究竟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？蛇君，你快下来！青衣，替我把蛇君从这顶金冠上弄下来。大小姐，奴婢不敢，借奴婢1万个胆子也不敢碰蛇君大人啊！怕什么？蛇君平日里最是温顺，不会伤害你们的。听话，快下来！好疼！上辈子你无数次在危难中护着我，从没动过我一下。今天你居然为了这顶破金冠打我！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家伙究竟有多大的脾气！还疼吗？你要乖，下次别再想着把本君送给你的东西摘下来。我不要你的东西，你不要缠着我。这世上姑娘那么多，你这个妖怪怎么偏偏缠上了我？本君不是妖怪，本君是你命中注定的丈夫，往后不可再说夫君是妖怪。夫人别生气，本君送你些别的。鸽血红红宝石，这么大一颗，简直价值连城。季长安，你这个毒妇，把我的欢欢和喜喜交出来！啊！你把我的2个孩子藏哪儿去了？就算你要退婚，也不能拿孩子撒气啊！季大小姐偷了人家的孩子，这可真够狠的。长安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怎能如此心狠手辣，将他们关了1天1夜？我心狠手辣，文公子这话真是可笑。昨日在布庄，是你这位好嫂嫂为了逃避欠下的债务，自己把孩子扔下跑。我是气糊涂了。你平时那么疼他们，怎么忍心不管？他们是你文家的人，又不是我季家的主，我凭什么管？至于他们去了哪儿，你们怎么不报官，反而跑到我家门口来撒野？你休要狡辩！若不是你把他们藏起来，他们能去哪儿？阿爹，抱抱我！阿爹，那些叫花子好臭，我好害怕！阿娘，我不要在这个坏女人的家门口，我要回家。阿爹，我没听错吧？这文家的小少爷刚才叫文叶松什么？这可是文家大郎的姨父死了，怎么管二叔叫阿爹？文公子，
这辈分是不是乱了？你大哥死了快7年了吧？这5岁的龙凤胎怎么追着你叫阿爹？苍天呐！文家大郎亡故已7载，这质子竟才5岁，这文叶松与自家寡嫂，分明是暗通枸杞，败坏人伦。嘿，妄读圣贤之书，简直衣冠禽兽，斯文扫地！文欢、文喜，上辈子你们忘恩负义时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季长安，你毁了我的名声，你让我文叶松成了整个帝都城的笑柄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。3天后的风雨楼诗会，我要让你当着全城人的面变成一个破鞋。青衣，派人去回文叶松，就说我季长安一定盛装赴约，让他好好候着。是，大小姐。怎么，不高兴了？夫人打扮得这么美，去见那个野男人，君上能不酸吗？完了完了，君上又吃醋了。可惜啊，君上非要赖在夫人身上当个小宠物。哎，急死我了！君上什么时候才能好好当个人啊？你咬我做什么？去可以，把本君的印记露出来，让全天下的男人都知道你是有主的人。夫人穿得这么美，本君真想把你关起来。我刚才好像听到了那个男人的声音。真是疯了，大白天的居然又做梦，我竟把一条蛇当成了他。走吧，去风雨楼。绝句，简直是千古绝句啊！文公子大才，实乃我大圣朝文人之光，不仅文采斐然，还不畏权贵。听说他为了全孝道，才委屈自己入赘商贾季家，真是傲骨铮铮。季兄，你看未来女婿文采斐然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有才无德，实非良配。今日我要当众宣布退婚之事。岳父大人，小婿才疏学浅，不过是偶得佳句，这文人风骨，小婿万不敢丢。今日只要这帝都第一才子的名号坐实了，季怀这老匹夫一定会收回退婚书。这就是季家那位大小姐。长安，你来了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嫌弃？嫌弃？文叶松，你是不是演才子演得太入戏，连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都忘了？长安，你胡说什么？当着天下文人的面，休要任性！我今日来，不是来听你作诗的，而是来抓贼的。这是。这不是文公子的成名作吗？等等，这署名是文言风。文言风不是你那去世的哥哥吗？这手稿上的诗词分明就是你刚才吟诵的那些绝句。什么？他刚才做的诗全是抄袭他哥哥的？我就说他草包肚子，怎么突然有墨水？窃取王兄一座沽名钓誉，简直文人之耻！不，这是伪造的。季长安故意拿伪造手稿陷害我。伪造？这手稿墨迹风化至少5年，你拿死人的东西在帝都招摇撞骗，踩着大哥尸骨往上爬。季长安，你毁我名声，我就毁你清白，下地狱也要拉你陪葬。你这无耻之徒！我季回一生光明磊落，竟瞎了眼看中你这种欺世盗名之辈！岳父大人，你听我解释，有人嫉妒我才华，故意伪造陷害我。休要沾染才华二字，你这斯文败类，窃取遗作还满口谎言！来人，赶出去！又被算计了。大小姐，您的茶。文叶松，
你以为在这茶里下了药就能毁我清白，逼我下嫁？可惜你不知道，我这具身体早就百毒不侵。青衣，我有些乏了，扶我进内室歇息。公子成了，季长安喝了药，头晕眼花进内室了。太好了，只要生米煮成熟食，今天我就能反败为胜。季家的万贯家财终究还是我的。滚开！我有急事要办。长安，长安，你在哪儿？别怕，我来了。青衣，请阿爹和傅伯伯上楼，就说我发现一桩奇闻异事。长安，你不在包厢待着，叫我们来这内室做什么？讨厌！这里面是谁？阿爹，不如您亲自推开门看看，里面的人您应该很熟悉。宝贝，别动！讨厌！这声音好像是文叶松。老天爷，他竟然在风雨楼这种文雅之地白日宣淫！畜生不如的东西！这女人是文叶松的寡嫂，没想到传闻居然是真的。文叶松与寡嫂还生了2个小的，犹如斯文，犹如斯文呐！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，我是被陷害的，我被人下了药啊！关门，快关门！难怪在继府门外，那对龙凤钗追着文叶松叫阿爹，这种畜生还妄图入赘首富之家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名声，我的前途全毁了！不知廉耻！岳父大人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对长安是真心的，我可是您钦定的赘婿啊！闭嘴！把他给我丢出去！想给大小姐下药，自作自受。是你陷害我们俩！不要脸的东西，滚出帝都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蛇君，怎么又生气了？连摸我都这么敷衍，居然还问我怎么生气了。蛇君真是越来越霸道了。唉，谁让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？我就愿意惯着你。有什么不能摸的？蛇君，难道我摸了你就会吃了我？真麻烦，要是本君把她打伤了，回头她又要哭。这个女人太烦了。蛇君，你不让我摸这块鳞片，莫非它是你的逆鳞？你怎么会从梦里出来？你是我的，本君是不是警告过你，别乱碰？你真以为本君不敢办了你？我什么时候碰了你？好啊你这小东西成精了是不是？居然连幻术都会用了。变什么不好，偏偏变出我梦里那个男人来吓唬我。看来我是真的把你宠坏了。不过这幻术还挺逼真的。手脚都麻利点儿，这些破烂就别要了。等今晚叶松的好消息传回来，咱们就立刻搬进季家。恭喜老夫人，只要二爷和季大小姐生米煮成熟饭，您就是季府的主子啦。那个商户女，要不是有2个臭钱，
哪配得上我儿子？我的乖孙，季家富可敌国，将来全都是你的。叶松啊，事情办得怎么？啊！我的老天爷，你们这是掉进粪坑里了吗？阿奶，那个坏女人不要我们了，外面的人都拿臭鸡蛋砸我们。叶松，是不是季怀那老厨夫找人打你了？别怕，明明是他女儿不要脸爬你的床，这事儿季家必须给个交代。说够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让我怎么告诉母亲，今天的计划失败了，我身败名裂，以后考科举的路子也被堵得死死的。你快点说呀，季家到底打算赔咱们多少铺子？别说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他好好的。完了，是我身败名裂了。全帝都的人都知道我和二郎的事了，我们完了。你们说什么？季家的万贯家财飞了？母亲，钱没了，我的前程也断了。哦天爷啊！奶，你怎么了？老夫人晕倒了，快掐人中啊！只想回去睡一阵，或许醒来这只是一场噩梦，是他没用。你竟敢坏我的大计，我要杀了你！放开！对，掐死这个狐妹子，掐死她！你杀呀，大不了一起死。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以为我真的那么蠢，对你毫无防备吗？公子，这要是你买的，我一个没人要的丫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你若是今天掐死我，这购买迷药的凭证明天就会出现在顺天府的公堂上，到时候你和双清曼都要一起下大狱，秋后问斩。你威胁我？公子，我为了你被赶出季家，现在除了你，这帝都城还有谁会要我？准备，我要纳天香，做我的侧室。你说什么？凭什么？这个狐媚儿，我不允许！文叶松娶季长安就算了，毕竟是为了季家的钱，我必须忍。可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就是个奴才，给文叶松暖床都不够资格，凭什么当侧室？我不够资格，我才是文公子明媒正娶的侧室。而你呢，一个勾引小叔子的残花败类，一辈子都是个见不得光的姘头。我撕了你的嘴！放手！你个不要脸的荡妇，死丫头！这就是我文叶松以后要过的日子吗？不要脸的老太婆！你们家二郎的丑事儿，整个地都城都传遍了。就是，季家大小姐高贵无双，家里又有闲钱，凭什么委屈自己和畜生在一起？我呸！什么人中龙凤，我看是茅坑里的屎！你个泼妇，敢往我家泼粪，信不信我涨你的租？老娘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。这宅子是咱们租季家的，你们3天2头以季家人自居，到处打秋风，真把自己当这条街的房东了。涨我的租子，你个老不死做春秋大梦呢！这宅子是季家的，你们就是季家养的狗。如今季家不要你们了，你们算个屁！赶紧给我滚！大小姐，好消息！听说今儿一早，隔壁王大娘泼了文家满院子的大粪，文叶松已经躲在屋里不敢见人了，还被迫答应纳天香为侧室了。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城南那2家绸缎庄，明面上亏损，实则把好料子都低价转给了文家。这笔账，钱娘子，你亲自去收。大小姐慧眼如炬，这么隐秘的烂账，您一眼就看穿了，奴婢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以前季夫人在世时，天天对外叹气，那个季长安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。
说大小姐为人愚钝，唯恐撑不起季家，这才挑选了文叶松那个赘婿。可大小姐分明通透睿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如今您肯将账本交给我打理，我钱娘子就算肝脑涂地，也要报答大小姐的知遇之恩。我们这些掌柜娘子，以后全听大小姐的吩咐。大小姐，天香在门外求见，她来做什么？大小姐千金之躯，怎么能见这等贱东西？奴婢愿去替大小姐打发了她。去吧。你们让开，我要见大小姐。天香姐姐，大小姐现在正忙着呢，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回吧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从小伺候大小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新来的丫头来拦我？哎呦，天香姐姐，这是怎么了？被谁打成这样？哟，我还当是谁来看望大小姐，原来是你这般不知廉耻的人啊！你说谁是贱东西？我在文家被打骂也就罢了，你一个区区掌柜娘子，以前见了我都要阿谀奉承，现在居然也敢对我阴阳怪气！钱娘子，你别忘了的身份！我说的就是你，怎么着？你长这么大，大小姐将你好吃好喝的养着，瞧瞧你这双手，哪里让你做过伺候人的重活？你闭嘴！你自个儿不要脸，跑到文家去给别人当二三等的丫头。现在整个地京城都在议论，你一个做丫头的，居然去爬主子未婚夫的床，简直连娼妓都不如。别说了，我为了文叶松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什么换来这种下场？双清曼那个疯女人打我，文叶松不护着我，现在连季家人都把我当落水狗，你一个外人懂什么？哭哭哭！你都是别人的丫头了，还跑到前主子这里来哭什么丧？我要是你，早就一根白绫挂在梁上吊死算了。做出这种污蔑祖宗清誉的事儿，我连门都不敢出。大小姐，您就这么狠心吗？您就这样任由我被外头的一个掌柜娘子羞辱成这样吗？这是大小姐赏您的，喝口水歇会儿。多谢大小姐赏赐。不，我不要被双清曼打死！你明明有能力救我，为什么见死不救？路是你自己要走的，回去吧。好坏你都自己受着。大小姐，我不走。大小姐，您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好歹伺候了您10几年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小姐一个养在深闺的千金，身上怎么会盘着这种怪物？看够了吗？这是什么？别过来！你胆子倒是不小，还记得王嬷嬷第一次看到她，可是直接吓晕了过去。大小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再也不敢来打扰大小姐了。上辈子你联合文叶松毒死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自己也会有今天？这正门是进不去了，今天我必须见到季长安，我就不信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今年季家有些生意，阿爹说交给我试试手。你们也知道，这5年来季家的生意都是交给文家人打理。那些人虽然挂着季家的名头，但毕竟不是我的人，你们才是。季家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若再成婚，必定还是招婿。文叶松给的教训已经够了，你们且记得，我季长安才是季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们定会把那些吃里扒外的掌柜赶走，替大小姐清理门户。去吧。这继父可真漂亮，可上辈子我被塞住耳朵蒙住眼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落入外人手中。季长安，如果不是为了你季家的钱，我堂堂才子怎会受这种奇耻大辱？
又从梦里出来了。你快放开我！你怎么了我？这可是在院子里，大白天的，万一有人来了怎么办？没人敢进来。我还没有完善呢，你快把我放出去！那晚上我们继续。刚才是梦吗？还是那个妖怪真的来过？怎么越来越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？季长安，你刚才在跟谁说话？你身边是不是有野男人？你这过街老鼠般是怎么进来的？你骂我！你竟然敢骂我！你是不是背着我偷人？放肆！放手！我不放！你是我的，我的玩物！啊！什么东西咬我？毒！我中毒了！本君的夫人也是你碰的，这只手就不要了吧。这张脸是梦里那个流氓，他就是黑玉鹤，是你，黑玉鹤，竟然是你！怎么，夫人现在才认出你的夫君？你果然在府里藏了野男人，季长安，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奸人！找死！文叶松，妖怪，有蛇妖，别吃我，救命啊！毒气攻心，毒气要攻心了。如果再不把毒血放出来，我会死的，我还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还要当首富！我的手！该死的混账东西，居然敢弄疼本君的夫人！好了，我没事。大小姐，文叶松把自己的手给砍了。哦，是吗？大小姐，要不要请大夫？他要是死在咱们院子里，会不会……给他请大夫，岂不是脏了我的银子？把他给我扔回文家去。谁敢在我家门前抛尸？叶松，我的儿啊！阿爹的手没了，阿爹变成残废了。蛇，有妖怪！啊！我的手！二郎，你的手都断了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太好了，这只手虽然断了，但他还能用左手写字。以后就算他考取了功名，身有残疾，也绝不会有高门贵女愿意嫁给他。二郎，你以后永远都只能属于我一个人了。我的手没了，我的手被我自己砍了。不对。季长安一定是撞邪了，那个男人是妖怪，是蛇妖。嫂嫂，你快去三清涧，我听说那里来了一个很厉害的道士。道士？多花点钱没有关系，你让他来，给我把缠住季长安的蛇妖给收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季家宅院妖气冲天，定是有蛇精作祟。各位街坊都听听啊，我可怜的儿啊，就是中了妖毒，那砍断了右手。是啊，长安妹妹以前那么温顺，
怎么可能突然做出当街退婚、毒害亲夫的事？定是被蛇妖控制了。道长，你一定要收了那妖怪，救救长安妹妹啊！难道季大小姐真的中邪了？难怪性情大变，文叶松的手段的也蹊跷啊！季长安，只要这妖女的帽子扣在你头上，你就完了。妖孽，还不速速现形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在我继父门前装神弄鬼！文叶松，你这断了一只手，脑子也跟着坏了吗？竟然请个江湖骗子来我门前撒野！长安，你休要被那蛇妖蒙蔽了心智，我是来救你的。道长，快，做法收了他身上的蛇妖！妖孽，受死！这风怎么这么邪门？这不是蛇妖，这是神兽啊！神兽现世了！这不是蛇妖，这是神明啊！有我在，你不会死。你就是后花园里的那个野男人，你到底是谁？蛇妖真是个蠢货。吾乃季家世代供奉之镇宅神明，季长安是本君钦定的新娘，尔等凡人敢辱本君之妻，今日便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神明之怒。不是蛇妖，他没有中邪，从头到尾他都在把我们当猴耍。早就有了靠山，我文叶松像个跳梁小丑一样被他玩弄。神明，还是神明的新娘，那我算什么？我的首富梦，我的万贯家财全没了！秦曼，官爷，就是他，那个断了手的男人，就是文叶松。你，文叶松，你涉嫌窃取王兄诗词，欺世盗名，更涉嫌购买禁药合欢散，图谋不轨。顺天府尹下令将你捉拿归案。还有你，双清曼，你与小叔子违背人伦，又伙同下药，罪加一等，一起带走。文叶松，长安，等我考了状元，8抬大轿来娶你。禀报当家主母，季家在江南、塞北的83家商铺内鬼已全部肃清，本季度利润翻了3倍。大小姐英明神武，如今大圣朝谁人不知？季家出了一位雷厉风行的女首富。各位掌柜辛苦了，传令下去，这个月所有伙计赏钱翻倍。多谢主母赏赐。跟着大小姐混，不仅有熟鸽子吃，还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。秦上眼光真好。蛇君，你在吗？夫人，是在找本君吗？家宅肃清了，恶人也解决了。夫人，你现在可是这大圣朝最富有的女人了。本君当年用这无尽的财富换取季家的女儿做新娘，如今是不是该兑现了？既然收了聘礼，自然没有赖账的道理。我的夫君。朝朝暮暮常相见，虚心相约，如风中夜静缠绵，与情比相连。